大家好，这里是 Gamebro。在前2天给大家带来了黑神话悟空的游戏评测后，今天也响应大家上期视频的呼声，如约而至的带来关于黑神话悟空的全剧情流程梳理。那我想这应该是全网第一个视频就包括所有全主线剧情讲解的视频。那不过在正式开始前，请允许我还是叠个甲，因为这游戏剧情内容实在是太能藏，而其中诸多内容又比较偏谜语属性，所以这期视频更多的是偏向一种剧情梳理，整体结构是以我的通关游玩历程加上个人通过资料和游玩感受了解的故事分享。那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并讲解游戏的全主线流程，让玩家不用太漫长太发散的去了解剧情，只用看一个视频聚焦这里的内容，就能轻松看完整个游戏流程，帮助大家梳理大体剧情和大致了解一下这游戏到底在讲些什么。至于一些过于深入的剧情猜想、过于进阶的深层含义和更多的隐藏 BOSS 或支线，这里暂时不涉及，请多谅解。另外就是游戏毕竟刚发售不久，如果有些许不同意见或指正，我都非常欢迎，但请大家友好讨论哦。OK， 讲完了注意事项，那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故事开篇始于唐僧师徒取经结束，孙悟空拒绝了佛祖所封斗战胜佛的神仙职位，选择回到花果山躺平，继续做花果山本地帮派大佬。但天庭明显认为花果山这里的本地帮派不太有礼貌，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对摘了紧箍咒的孙悟空压根不放心，于是便派遣10万天兵与4大天王以及二郎神杨戬，用整个花果山猴子猴孙的安危来要挟悟空，让其回去当神仙。但悟空好不容易躺平，当然不肯去职场做马楼。面对这种情况，天兵天将们自然是不允，而杨戬更是一跃而下，主动向身后所有天兵天将提出要和悟空进行单挑。那自此一场恶战正式展开，但打着打着，他俩突然想要转换战场。接着在飞行过程中，悟空头上突然出现紧箍咒的幻象，然后伴随着一阵头疼，悟空无法控制自己摔下山去，而二郎神也紧随其后。但最后齐天大圣孙悟空仍然还是落败而死。镜头一转，又是多少个春秋过去，一个老猴子正在将以上故事讲给一名相貌非常像孙悟空的年轻猴子听，并告诉他孙悟空其实并没有死透，因为他的生命力还存在于他的6根之中，而这6根又分别散落于世界各地，其中具体所指也就是佛教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6根。那么道理就很简单了，只要能够有能力踏上征程，去世间集齐这6根，那么孙悟空就可以复活。而被赋予这个任务的猴子就被称为天命人，也就是玩家扮演的主角。在你领命后，首先来到了据传孙悟空6根之一眼看喜所在的黑风山与观音禅院的位置。没错，你想起这里正是多年前取经时唐僧和悟空早期经过的一个区域。但是师徒二人在此留宿时，受到了禅院的金池长老接待，但后者表面上看着尊佛，收藏无数袈裟，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个收藏控，喜欢收藏各种原味袈裟，在接待悟空师徒时还不忘高调炫富一波，一一向二人展示自己的各种典藏版袈裟。可调皮的悟空坐不住了，拿出师傅的锦南袈裟与其装逼斗富。金池长老一眼看到这件 SSR 的袈裟藏品，立马就绷不住了，遂起贪心，想要霸占这件袈裟。而当晚，金池长老的2位弟子广智、广谋也献计放火将唐僧师徒烧死，但悟空却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去南天门找广目大王借了辟火罩，然后罩住唐僧与袈裟。此时金池长老的好友黑虎雄精赶来救火时，突然看到袈裟也起贪心，偷走了袈裟。金池长老一早起来，看见禅院被烧，袈裟也不见了，羞愧撞墙而死。而悟空此时也前往黑风山，为了抢回袈裟与黑熊精斗了起来。最后的结局是观音菩萨前来收走了黑熊精，让其在珞珈山做了守山大圣。不过那些总归都是过往云烟，此时你来到的黑风山已经被重新杀回来的黑熊精给再次霸占。他复活了自己的一众妖怪与朋友，其中包括灵虚子、金池长老和回归妖怪状态的广智、广谋2兄弟。但老灵虚子无法接受这种需要牺牲自己狼兄弟的复活形式，于是便吊死在了树上。没办法，黑熊精又只有复活了一个更莽夫的灵虚子。不过无论如何，你早已得知悟空的6根之一眼看喜正是在这位黑熊精那里，所以在土地公的协助下，你先是宰杀了这位虽然目前是妖怪，但日后是你大哥的广智。
接着又被金池长老幽怨化成的幽魂给暴揍了数十遍后，在逃课路上干掉了广谋，然后来到白雾泽遇到了另一个妖怪黑熊精安排的白衣秀士，于是也就在打斗了一小会儿后，你轻松将其拿下。最后你终于敲响了这里的3口钟，开启了通往金池长老所在的旧禅院，击败了虽然双眼失明但仍然贪婪的长老，并从他那里取得了当年悟空留下的辟火罩。接着你便终于来到了黑熊精面前，此刻他化为一名壮汉，号称黑风大王。不过你身为天命人，管他化妆成什么样子，上去就是几棍子打他落荒而逃。那随即你也追逐上去，最终在同当年一样的火光中击败了化为原形的黑熊精。那就在他想要携悟空6根之一眼看血逃跑之时，却被神器击落在地。那此时他终于服软，向你求饶，而你在土地公的劝导下赶紧收了神器，最终也放他回了南海菩萨那里。而在一切结束后，游戏也展示了一段动画，大体内容是讲的黑熊精和金池长老从小到大的友谊，以及到最后为了袈裟火烧禅院的故事。动画放完后，游戏还展示了一幅十分适合用来做鼠标垫，但目前就还是没有的超级精美插画，内容也是描述当年取经时悟空和唐僧在黑风山的经历。那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插画是可以放大的，而放大后还可以点击细节板块，会有人声单独讲解，非常非常有味道。后面所有章节的插画皆是如此。那随着黑风山的探索结束，你来到了黄风岭。但同你大闹黑风山的潇洒不同，在这一上来你就被乱箭插满全身。那不仅如此，你还得忍痛听一个没头的人演出一场超级带感的西北重金属摇滚乐。那不过好在他演出结束后，小手一挥，施展法术把你的剑伤都治好了。那站起身来的你突然想起，这里就是悟空师徒当年取经经过的黄风岭。当年在这儿的黄风怪好生了得，曾把悟空的眼睛吹瞎，几番辗转，悟空还是拜托了黄风怪最怕的灵吉菩萨，才勉强渡过难关，得以继续西行。而最后黄风怪也被灵吉菩萨押往如来处发落。但过了这么久，黄风怪现在又杀回这里，其中缘由尚且不知。但据说在更久之前，也就是取经之前，黄风鼠怪因为帮这里的斯哈里国除掉了带来灾难的大虫，而被国王封为上宾和国师。那所以黄风怪也就在这儿住了下来，而这儿的国王为了讨好他，更是在他的提议下发布了禁鼠令。于是附近所有的鼠妖都来到斯哈利国，整个王国都变成了人妖混居的局面。但不知为何，久而久之的，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也都慢慢的变成了鼠妖的模样，包括国王一家。那其中国王的大儿子疯了，变成禽兽般无法控制，三儿子也早就离他而去，于是只剩下国王本人和他壮硕的傻儿子相依为命。但最近听说他们的真正大王黄风大圣得到了个什么宝贝，要去往谷底逼人修炼，只剩虎先锋、石先锋等为代表的黄风大圣阵营妖怪和国王与二儿子两人相处。同时他们所有人也肩负起了保护黄风大圣修炼不被人打扰的任务。不过此刻随着你一路探索杀了进去，偷听到国王父子二人谈话，好像他们和虎先锋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最近虎先锋正疯狂的吃他们这样曾经是人的鼠妖。但就算如此，国王父子二人甚至还谋划着自己王国的复兴大业。不过很可惜，遇到你这位天命人，什么事情都得先往后稍稍。于是你冲上去一棍子先杀了国王，然后再干掉了狂暴的二儿子。那接着你继续前进，在受到了开头那位无头鹰人的协助后，正式开始挑战喜欢喝红豆汤的黄风大圣麾下大将猴头泡酒爱好者虎先锋。这位更是重量级，号称新天明猴杀手，平均每小时都能干掉上万只新手猴。但你不曾畏惧，你一棍打得他跪地吐毛球。接着你继续前行，干掉了虎昌、石先锋等一众头目，用虎先锋和石先锋身上搜出来的印记开了门，你终于来到了黄风大圣面前。也许他曾经能吹瞎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眼睛，但却奈何不了你这位天命人。你一棍子打他鼠胆俱裂。但就在此刻，无头鹰人再一次出现，黄风大圣手中的佛头也突然向他靠拢，大喊一声：“我来组成头部！”好了，开玩笑的，这台词是我杜撰的。那不过总归还是非常令人诧异，因为在这位无头鹰人完成组装头部后，我们竟然发现他就是灵吉菩萨本人。他告诉天命人，说是一时不小心被黄风怪偷袭，才被夺取了头和悟空遗留的6根之一耳平路神器。于是他在一番歉意表达后，认可了你的实力，将神器赐予了你。自此你也就完成了此行的目的。不过值得讲的是，在这儿还有更多隐藏 BOSS 和故事，比如国王大儿子的斩杀、虎帝的复杂人心故事、过往的斯哈里国黄风怪与那条大虫的故事等等。那你如果以后问我bro 你为啥前面不讲呢？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想说，其实真心是因为当时我首发玩的时候疯狂迷路来迷路去，莫名就将主线推进了，所以很多故事是后面自己自行查阅了解的，请各位见谅。那之后我也会在2周末完成更详细的扫图。那这里又有群提示，在黑神话悟空游戏中，你错过的绝大部分隐藏 BOSS 或道具等内容，会在主线推进后无法再尝试完成对应内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扫图和探索，否则就只有和我一样，在日后进入2周末进行游玩。所以接下来的章节如果有漏掉的隐藏 BOSS 或线索，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补充，但相对来说，大体主线内容都是包含完全的。OK， 我们话说回来，在第2章结束后，游戏会向你展示第2个非常精美的定格动画，其中的含义大致是灵吉菩萨的阐述：人妖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最终同行混住，可能会遭致巨大的灾难。众生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优劣有序安排生活。那说句实在的话，乍一听这话像是种族隔离似的，可能另一个层面也在讲给悟空听，为什么成佛后不能再和猴子猴孙们生活吧。自此你已经完成了在黄风岭的探险，于是你来到据说也是悟空6根之一的貔貅爱神器所在地小西天，而这里正是多年前悟空一行人取经经过时被黄眉假扮如来欺骗的小雷音寺。同前面2章一样，此时此地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刚到此地的你尚还不清楚应该去往何处，便听从长相奇特的小西天土地意见，来到一片冰湖旁。他告诉你湖中间的庙里正有你要寻的东西，于是你也不管那么多，直接冲了过去。但谁知在你刚到之时，从里面走出一位小和尚，拿出一个袋子，口中念念有词，意思是悟空活着的时候上海四处求人才能办事儿，死了还得连累他大片大片的猴子猴孙过来他这送。紧接着他晃了晃袋子，如果你没认错的话，那正是之前黄眉从弥勒佛那里偷走的神器人种袋。据说那里面可以收纳所有人参鬼妖，还能慢慢在其中将其驯化，再结合着小和尚身披黄袍，那想必他必定是黄眉幻化而成。那不过还不等你思索过久，黄眉被召唤出了亢金龙，说让他来试试你这只天命猴的实力是否能当他的弟子。那此龙曾是天上的星宿，在悟空取经时的小西天，帮助悟空从黄眉手中弥勒佛的另一个神器金挠逃离，但可能此刻是受了人种带的影响，已经由好变坏。那既然如此，也就没啥好说的，你一棍子打得亢金龙丧失龙格，但还没来得及高兴，你就被黄眉偷袭，关在了反复蹦极旅游胜地浮屠界。在这里你经历了非常繁琐和令人头疼的各种蹦极，以及干掉的各种精英怪和 BOSS 后，终于逃了出来，到地面穿过寺庙，在一个山间看到黄眉的金挠正插在中间，一旁的你偷听到一个女子正在与金挠中所困之人闲聊。但就在这期间，地面突然震动，原来你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巨龟的背面。此时他们也注意到你的到来，原来金挠里面所关之人正是猪八戒，而这女子则是被黄眉收服的亢金星君。那不由分说，你从地上开打，一直到他化身为龙形态，还接着把他摁在天上打，最后强行用他的龙头撞开金挠，救出了八戒。原来八戒也早就熟悉你们这些寻找6根的天命猴，不过你们是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复活悟空。于是你便开始一同前行，在完成了龟背的探索和与老龟的告别后，你们在一个亭子处遇到了真正的弥勒佛。根据他的建议，你们找到了通往山上小雷音寺的路，于是你便一路杀了上去。中间你还遇到第2章结尾动画的狐狸，他也委托了你一个支线任务，让你带着他的灵魂去寻找那位负心汉，想要了结心结。那据说那位男子在小雷音寺的偏殿出的家，但说老实话，最后我在这绕了好几大圈，仍然没找到那个所谓的偏殿，最后还是去干翻的黄眉。知道这个支线任务的兄弟，欢迎分享一下。最后你干翻黄眉，弥勒佛也出来，从冰面下召唤出悟空的6根之一貔貅爱神器交于你。同时你也得知了，原来黄眉和金蝉子，也就是唐僧前世，是师兄弟的关系。金蝉子怀着一颗普世慈悲的心，同情世人，但黄眉不同，一向认为凡人之所以受苦，之所以是凡人，皆是因为他们没有慧根，品性顽劣，不如神佛，才受罪之子，一切都是应该。但我认为凡人和玩家如果借助一些外力来强化自己的学习历程和记忆，也许会好很多。就比如说，如果他们都使用黑神话悟空官方合作加速器悠悠加速器的悠悠云存档功能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他们玩黑神话悟空的时候给游戏存档上个保险，然后读档反复观看神仙们的教诲，也许就会好很多。而且悠悠云存档可以让各位彻底避免像是换电脑玩时存档误覆盖或各种问题导致的存档损坏。同时悠悠云存档还具备一键帮你优化帧率的功能，而以上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打开悠悠一键开启就能用。
而且还能全程自动保存，无需手动操作，不干扰你的游戏体验。与此同时，也不影响原平台正常的存储，悠悠与平台云存档同步进行，而且整个功能也是完全免费的，不用充值会员。同时，这里还有和游民合作的全网独家黑神话互动地图，保证你不错过任何游戏内容。最后，你还能在这儿顺便抽个奖，总奖值高达10万元，包括300元 Steam 充值卡、悠悠年卡会员等等。好了，话说回来，此时就要播放第3章节结束后的动画了，而其中内容更是生动地展示了黄梅曾与金蝉子打的一场赌。他假扮某一种通过牺牲自我来给予财富给凡人的生命。最开始，凡人们还将他供奉起来，好人伺候，但渐渐的，人性被贪婪腐蚀，所有人一拥而上，将他剖腹残杀，就是为了他体内的那些财富。而最后，黄梅还一脸得意的和过来看他的金蝉子说，他又赌赢了。但金蝉子则说，他这是祸乱人心，倒果为因，很可悲。但黄梅最后还是执着于他的赢。你和八戒此时已经拿到了3个根器，于是接下来你们2人继续来到盘丝岭，因为据说悟空6根之一蛇肠丝神器就在这儿的蜘蛛精妖王紫珠儿那里，而这里正是悟空一行取经途中遇到蜘蛛精的地方。而当年在这里师徒勇斗7个蜘蛛精以及他们的师兄白眼魔君，那最后白眼魔君不惜不顾10枚蜘蛛精们的性命，都要吃唐僧，但最后还是被悟空搬救兵给战胜了。但话说回此时，你跟八戒决定隐藏踪迹潜入这里，毕竟你们听说这里已经有了新的一群蜘蛛精，而他们都是之前那位幸存下来的老蜘蛛精紫珠儿生的，而这个紫珠儿还正好是八戒当年调戏过的老情人。但遗憾的是，你俩最终还是在蜘蛛精二姐的面前暴露了。经过一番恶斗后，二姐虽然败下阵来，但却吐了一根针在八戒的头里，八戒顿时失去理智，失了智般的发狂前去追逃跑的二姐，而你也只有慢慢从后面赶上，但在路上却失足掉进了蛛网陷阱。过了一会儿，不知被何人所救的你再次醒来，继续在洞里探索，遇到了蜘蛛精四姐。通过对话得知，原来是她救了你，同时她还引导你去找寻了不少宝物，还给你带了一条路。最后你通过这条路的指引来到一个崖边，看到八戒已经被他们迷糊晕了，被牵引带着向前。在蜘蛛精姐妹们的一番喧哗中，你得知原来紫珠儿老蜘蛛精念及旧情，想要嫁给猪八戒，所以他们才费此功夫把八戒弄过去。不过身为单身狗的你，怎么可能看着身边的朋友马上就要抱得美猪龟呢？于是你奋起而追，在庭院中遇到了已经被彻底控制的八戒，你们俩大打出手，从庭院一直打到洞底。最后在你把他击败后，他突然拿起了地上的咒骨镜，从里面八戒看到了他曾经也有周渝民般的美貌。接着八戒便头疼着将头里的针掉了出来，此刻终于摆脱了控制。但高兴还不到1秒，就突然被顶上的蛛丝给抓了上去。于是你继续追上去，一番战斗将紫珠儿击败。可惜最后紫珠儿通过蛛丝逃跑，你也继续在小蜘蛛的攻击中追上去。而就在你将要被小蜘蛛淹没时，你又被天上的蛛丝给救起。你想救你的应该还是四姐，但此时情况紧急，不由多想，你猜那残血的紫珠儿定是跑到其师兄白眼魔君那里去了。于是你一路杀上白眼魔君的黄花观，接着你便看到奄奄一息的紫珠儿和他那几个女儿蜘蛛精都跪在白眼魔君面前，为的就是想让他们这位师兄救他们母亲紫珠儿的性命。但白眼魔君此刻却一心只想回收自己之前给紫珠儿疗伤用的神器悟空6根之一蛇肠丝根器，但这一回收竟直接吸收了紫珠儿。得到力量的白眼魔君化身究极人马形态，不过紫珠儿的女儿们却奋起化身蜘蛛，想要为母报仇。此时正偷窥的你发现这即将演变成一场正义的群殴，于是你便兴奋地加入了战斗。经过一番打斗，你终于也将白眼魔君战胜，紫珠儿也从他的身体里解救了出来，但性命却还是即将消失。最后八戒看了看紫珠儿和那位基本肯定是他女儿的小姑娘，还是回过头走掉了。我心想，也许八戒并不是笨，可能只是使命在身，天庭在看，始终还是不敢相认吧。毕竟一旦相认，岂不是又多了个把柄被天庭捏在手中？不过无论如何，你还是将蛇肠丝根器收入囊中。而在此章节结束后的动画，则是表达了八戒和紫珠儿的爱恋源头。原来紫珠儿本是天上的一个小仙女，在八戒追逐嫦娥的过程中被撞到，自此便对八戒一见钟情。而八戒却因骚扰嫦娥被贬下人间，投胎成猪。在与高家小姐的相恋中，也因自己是猪被嫌弃，而紫珠儿则选择下界投胎为蜘蛛。那这下和八戒正式成为你是蜘蛛我是蜘蛛的绑定 CP。 而在取经路上，二人正是交融相恋，但可惜这个时机一点都不对，
取经的重大使命让八戒不能做选择，但在最后打斗中，八戒也心软留了紫珠儿一命。不过最终二人还是不得不分散。那终于除了羿这个本就还不知道线索的根器之外，你们就只差一个根器了，那就是生本优根器。而这个根器正好在火焰山牛魔王那里。于是你们马不停蹄地前往了火焰山。火焰山应该不必多言，这里也是悟空一行人取经途中的重要地点。当时正是和悟空结拜兄弟牛魔王与铁扇公主夫妻二位经过了一番斗智斗勇后，最后借到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山面的火焰师徒一人才勉强得以通过。但此时你们再回到火焰山，却发现火焰又有许多复燃的迹象，但没时间思索，你们还是一路杀了上去。结果在途中，你发现一个狐狸被吊在树上。当你将它解救下来后，才得知原来她是牛魔王与情人玉面公主所生的女儿平平。那据他所说，红孩儿从南海观音那里学成回来后，性情大变，着急的救捕，想要夺取牛魔王手中的悟空根器。于是他把他爹牛魔王囚禁了起来，还把他妈铁扇公主也困住了。所以平平是在出来搬救兵的时候被红孩儿的部下给抓住的。那此刻他也求助你和八戒，希望你们能帮他解救牛魔王和铁扇公主。但想要救出牛魔王，就需要将火焰山目前的火焰熄灭，所以就需要你们先去找铁扇公主借芭蕉扇。而经过一番战斗探索和 BOSS 战，你们终于来到了铁扇公主的房间。平平为了更好的劝说铁扇公主，也带上了铁扇公主的师弟火焰山土地一同前来。但在这里之前，八戒发现铁扇公主早已不在，于是八戒提前化身铁扇公主，和他们演起了戏，狠狠地调戏了在火焰山四处放阴兵且一直暗恋师姐铁扇公主的火焰山土地。那最后你和八戒合力将其击败，接着在这里寻找芭蕉扇。那不过在最后紧要关头，平平却突然轻易找到了芭蕉扇，几番山峰下来，总算是灭了火，让你们靠近了牛魔王的面前。此时平平让牛魔王赶紧交出悟空的根器给你这位天命人，这样就可以让红孩儿死心，就能解救牛魔王和这个劫难。但牛魔王却一眼识破不对劲，认定这个平平并不是他的女儿。果然这个平平竟然全程都是红孩儿假扮的。所以要注意了，如果在游戏过程中你喜欢上了这位平平，也就相当于喜欢上了一位男人。好的，话说回来，红孩儿被迫变回原形后，意识到计谋不成，那就直接开始实施暴力。于是你便和红孩儿殴打起来，想也不用想，最后仍然是你获胜。牛魔王此时也放下警惕，愿意将根器交还于你。但就在根器漂浮在空中时，红孩儿却突然复活，抢走了根器，并吸收了进去。原来他并未真的死透，只是假死而已。紧接着红孩儿化身究极夜叉红魔形态和你继续战斗，但始终不是你的对手，再次败下阵来。最后是铁扇公主突然驾到，从你和八戒手中救下她的性命。她向你们祈求让你们放过红孩儿，因为红孩儿是夜叉部最后的血脉，还想赠予你芭蕉扇来让你心软。但红孩儿此刻叛逆心大发，偏不想如母亲的愿，一招将自己戳死。而最后你还是完成了我全都要的成就，也就是把芭蕉扇和申武幽的根器都纳入囊中。接着在这个章节的结束动画中，你也看到了当年悟空死时牛魔王视角的影像。那至此揭开了许多谜底，比如这5个根器其实根本就是在牛魔王等诸多妖怪协助天庭战胜孙悟空后被给予的战利品，包括前面4个妖怪，也就是黑熊精、黄风怪、黄眉、白眼魔君，都是协助天庭对抗悟空有功而获得的根器，同时他们也有义务守护根器罢了。而牛魔王却在当时抱着悟空即将逝去的躯体时醒悟，原来不管怎么做，天庭都不会饶过他们这群妖怪，因为悟空认为取了经入了佛就可以自由，就可以让天庭不再为难他和他的妖怪兄弟们。但其实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妖怪一切的选择早已被天庭抹杀，所以牛魔王也听从了悟空的遗言，并未吸收悟空死亡后留下的根器，只是一直好好的保存着。只是没想到会被突然知道自己身世的红孩儿觊觎，因为红孩儿突然知道自己是铁扇公主和子母泉水所生，也就是夜叉部的纯种血脉，而他们夜叉部和神佛有着不可原谅的世仇，所以红孩儿才想拿牛魔王那里的根器来强化后去找天庭报仇。此时终于你和八戒拿到了5个根器，按照和老猴子的约定，可以回到花果山，然后老猴子会交出第6个根器，接着按逻辑就可以复活孙悟空了。但此番回乡之途不太容易，因为天兵已然来到花果山，想要在最后的路途上阻止你和八戒。
但你们当然是选择一路杀回去。在终于到达花果山时，筋斗云认出你，让你可以在这里自由飞行。于是你在花果山一步一步地寻找到了当年孙悟空那套神级装备黄金锁子甲套装的部件所化成的所有妖怪生物，并在把他们一一击败后，你凑齐了这套神装。然后八戒便引你前往了水帘洞，看到了那里正屹立着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在八戒对着猴王宝座故地寒暄一番后，你也和金箍棒回应上，成功拿起了金箍棒。接着你和八戒终于来到了花果山山顶，但此时这里却空无一人，只有一块当年孵化孙悟空的神石摆在这里。你用手轻轻一碰，就突然被吸了进去。进去后，你们发现老猴子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在邀请你和八戒都上船后，他开始缓慢划船，路上一直数落着悟空过往的不是，而八戒却又一一回怼，让人不得不感叹诸侯才是真爱啊。不过在此期间，老猴子还告诉你们，其实悟空的意早已不在，这个意根气其实在生命陨落的那一刻就随之消散了，所以孙悟空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复活了，但天帝会重新选择一个孙悟空，也就是天命人，可以成为悟空的意，可以成为下一个孙悟空。因为你身为天命人本是无名之人，但经过重重艰险获得了5个根气，也许此刻你就够格成为孙悟空了。那随着言论结束，你们终于滑到了一个疑似悟空躯体所在的地方，而此时老猴子告诉你，前方就是孙悟空残留的躯体，你需要战胜他的躯体，完成这成为悟空的最后一步。那自不用多说，一场艰辛且最终的 BOSS 战即将打响。经过了艰辛的战斗后，你终于获胜，跪在老猴子面前。此时老猴子拿着紧箍咒走了过来，缓缓地给你带了上去。而镜头慢慢一闪，这个石头内好像又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猴子。自此主线剧情彻底结束。那以上呢就是游戏的常规结局，也就是第一个结局。不过当然了，大家是有玩到第二个结局的，也就是在1周目内完成特定的条件，就可以通过弥勒佛开启隐藏 BOSS 二郎神杨戬以及和4大天王的战斗。那这场 BOSS 战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因为里面还涉及到法天象地的战斗模式。但重点是在战斗结束后，杨戬被天命人击败在地，然后从第3个眼中冒出黑烟，里面全是孙悟空旧日的语音。我听这人讲说，这妖精有有情，我老孙比那王妹还要谦卑，敬之如父母，视之如生母。你自说出嘴，让如来方便，把孙悟空愿意退下金箍，仿佛是他的记忆一般。而在黑烟结束后，二郎神也站起身说，当时他们的打斗是悟空赢了，而且他遣众兄弟一路在试探天命人，就是为了这一刻。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前面很多妖怪里面就有非常多杨戬的手下，可能这一切都是悟空和杨戬做的局。悟空知道自己难逃天庭的反复追捕，于是借兄弟杨戬之手自杀，然后将根气意或者是自己的回忆留在了杨戬的第3只眼中。那这样在将来等到有那么一个合格的天命人经过杨戬设置的重重考验，并同时将其他5个根气拿到后，就可以通过杨戬的第3只眼将悟空的意或回忆传给这位天命人，成功的让这位天命人继承悟空的回忆和意志，成为新的悟空，或者另一种形式可能是通过悟空的意直接将天命人夺舍之类的。那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看法。而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当玩家完成这个 BOSS 战击杀后，再进行结局之时，会在老猴子给天命人戴上紧箍咒之前睁开眼，并进入一段倒叙悟空一生的动画。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个结局中，悟空并未戴上紧箍咒，还是成功的复活，或者是成功的摆脱了天庭的束缚。那屏幕前的你到底怎么看呢？欢迎大家讨论。总的来说，黑神话悟空的剧情体验是非常具有深度以及现实意义的，而且说句实话，理解起来也是很需要门槛的。不过我这方面做的也并不是很好，但也尽量将我知道的、我理解的和游戏大体的实际主线内容总结了出来，可供大家进行参考和梳理。若有不对，还请大家友好理性指正。那最后我认为，黑神话悟空的剧情深度正好贯穿了黑神话这3个字。这从来就不是讲述的一个美好童话故事，简单的一条线磨练修成正果。实际上这里面充斥着现实，充斥着对命运的抗争，充斥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神魔意味，正反无常。可以说这非常适合已经长大的这一代中国玩家体质。而且从剧情的末尾可以看得出来，游戏科学想要做 DLC 也好，还是续期也好，都留足的空间，几乎可以随时发挥。甚至还有很多玩家猜测，真正第3结局或者第4结局，目前都还没人打出来过。所以也许就黑神话游戏本体的结局和深度剧情，都还值得玩家们去反复琢磨和研究好一阵子。
那也欢迎大家随时在 Bro 这里探讨。那最后呢，游玩整理和视频制作实属不易，欢迎大家一键3连和关注 Game Bro 支持。那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见。